back in the early days, I used to play those games until I realized that none of it was true. I knew I'd work it out, I never had no doubt. I didn't think that I would meet someone like you. Everything about you makes me feel so right. Oh, all of my life I've been searching for you, someone to change that old world that I know. Open my eyes and I know I have finally found what I want. Oh, yeah. 那云偏呢？他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师姐是第一个知道的呀。那个时候啊，琛哥特别颓废，根本就不在乎什么手会不会被废掉。后来我才明白啊，生理上的痛对琛哥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，真正让他过意不去的，是心里留下的那道坎儿。就是说，他还整了一出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吧？这感情还真是够深的。俗话说得好嘛，年少最长情，要不然他也不可能放弃出国，一毕业就回乡下待这么长时间。哎，师傅，这是我琛哥心底里的痛，你以后就别在他面前提了呗，反正都过去了。真的能过去吗？学过呀。会些皮毛，祖父是个木工。别听了，继续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基雕和木雕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个神情，以及这个线条的深度。来，用这个。还是您来吧。你这受过伤啊？您看看这草图，没问题的话，我拿回去再精修一遍，明天应该就差不多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看这已经差不多了。这个设计图的费用这是小事。倒是我有个不情之请。啊，你说。我最近在筹备一个手工艺品展馆，想借您的根雕做展览。这根雕啊，是我爷爷在世的时候就开始雕了，直到我父亲离世，也没有雕完。这不，前不久我没事干，就又翻出来收收尾。我还真没想过去卖它。不过你刚才说的这个什么展，听着好像挺不错的。要不这样吧，你要是看得上，等我做完收尾工作，你尽管拿去。
谢谢。什么？云片是你老公的初恋？你老公还为了他割腕自杀过，现在还搬到了你们隔壁。那你还在这喝什么奶茶啊？还不赶紧回去拿出你正宫的派头来宣示主权？他住你隔壁是吧？你就让他验收你的学习成果，我看他还住不住得下去。也不是不可能。3条都不回啊！我真怕我现在回去给他一刀，居然为了一个女人割腕自杀，你看把他出息的。哎，你先别激动，你现在要是回去跟景琛闹，这不正如了他意吗？把你男人往他身上推。越是这个时候，你越是要表现得落落大方，这样啊，才能让景琛觉得有愧于你。谁稀罕呀？反正离办理离婚手续的最后期限还有1个周，他要是愿意的话，我随时奉陪。思清，思清，思清在吗？你找他有事啊？找你修个杯子。不过我答应思清，不会在他不在的时候来找你。这样吧，我明天早上再过来。设计图您喜欢就好。那我啊，60套啊。那个，您想把设计图还用在其他的家具上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就是时间可能会久一点。啊，这么点时间啊？这么点时间，我肯定是完不成。您不知道，光一套这个桌面屏风我就得做1个月呀。这。不是，这个手工雕跟机雕它效果不一样，这您就为难我了。我只做手工雕，不做机雕啊。关键这图纸不是我设计的，我也做不了主啊。你烦不烦啊？干嘛一直拍我？吃饭了吗？还没。我帮你去盛。这是你做的？一直低头对肩颈不好。还挺细心的嘛。今天怎么加班到这么晚？我跟景月去逛街了。你买东西啊？这叫金善，做不到你要的不留裂痕。年少负气，残缺的美。
我有件事想问你：金缮修复裂痕为什么要用那么贵的金粉和金箔？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，干嘛不直接无痕修复？破镜难圆的道理，不可能真的不留痕迹，只是你看不见而已。至于金缮，是为了尊重和保留残缺，用金漆留下破碎的痕迹，赋予过去新的生命力和美感。很多人会选择留下裂痕，不仅不以此为丑，反认为这是另一种美。故意留下痕迹。你们学艺术的挺会玩浪漫啊，补个破杯子有这么多说法。那个是云片送来的吗？你不在他就走了，你明天给他送回去吧，我最近忙修不了。你自己还吧，我先去洗澡，而且我今天晚上有很多工作，就先睡在客房。包。炸弹！很多人会选择留下裂痕，不仅不以此为丑，反认为这是另一种美。方便捎我一程吗？这附近打不到车，如果怕思清误会的话，你可以打电话报备一下。去哪？看展，你在前面能打到车的地方放我下来就行。打到车了，你放我下来就行了。浪费这钱干啥？这马上就要到了。况且我答应景琛的事儿，必须给他办得妥妥的。抓紧了。这个月，我们行的整改数一共是32笔，排名第一。以后柜台下班后要交叉互看，谁再出整改，看的人一起扣工资。另外，信贷部备调要再三核实。滕丽群的贷款什么时候收回？今天他会先还3万，一会儿我去木雕坊收钱，剩下的7万会在2个月内分次还清。好，你要跟紧一点，不要再出上次那样的岔子。安邦快来了，大家先散了吧。有没有人啊？搞什么搞啊！真是，有没有人？你拿个拖把在那聊天吗？你过来搞一下呀！先生，请问需要什么帮忙吗？需要什么帮忙？你自己看一下喽。Shit！ 不是，我也看到。哪个脑子有病的，把我们银行 ATM 当有暖气的卫生间了？你赶紧扫一下呀！我还要取钱呢。你隔壁那台机器也办不了现金业务啊。先生，很抱歉啊，您稍等一下，等我们把我等什么啊？我上班要迟到了，这是你们的地盘，你们不扫，你难道让我扫吗？啊！真是别废话了，你快点，要不然就赶紧上柜台给我办业务也行。你好，是这样的，安邦还没把钱箱送来，所以我们想办也办不了。哎，实在很抱歉啊，先生，我们的柜面呢要9点才能正式营业，不如您去我们的休息室喝杯茶，等打扫好了我们再叫您。你快点。哎，
小云，先生这边请。来，这边走。愣着干嘛呢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要扫你就自己扫，你别拉我一块啊！我来银行可不是给人擦屎把尿的。你是大少爷，当然不是。我要是指望你，这个月都要等来一笔投诉。我。让开！我跟你说啊，我在家可是连一双筷子都没洗过。我今天竟然要在这儿给人拖屎！你要么闭嘴，要么出去，我还赶着要债呢。谁这么你放鞋子？你拿着，我去拿个别的工具。要不是怕你跟琛哥告状，我就算辞职我都不会帮你的。哎，师傅，真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能不能别每天总关注着行里这铲不铲屎的事儿啊？你多想想我学姐，我琛哥，也许就在刚刚咱们弄狗屎的5分钟里边，人家2个已经从梵高说到莫奈了。就我一个俗人，你们都是高雅艺术家，行了吧？火气这么大，跟琛哥还没和好啊？不应该啊！我都说到那种份上了。这图纸是你设计的，我想拿去批量生产，用基调，但是还得先经过你的同意。我只是不明白，您为什么突然打算转基调？其实也不算突然吧，我想了很久了。每当我日子苦得熬不下去的时候，就恨自己，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一行？怎么就这么没出息呢？让家人陪着我一起遭罪。确定要拔管吗？如果出院，你父亲随时有可能。爸爸，拔了，我们都受了罪。拔了，咱们都解脱了。爸。后来我都不敢想，直到上个月，又轮到了我妈，我是东奔西跑，四处借钱啊。我在亲戚朋友那里吃尽了冷脸，最后1分钱都没借到。为什么？我穷啊，没一个人接近我，直到医院最快的最后一天，我站在了银行门口。我当时抢银行的心我都有了，但是最后我走进银行的时候，遇到了司经理，是他答应借了我10万的贷款。好人呐！今天是我承诺银行最后的还款日，你要是不答应我的话，我欠你老婆的贷款就还不上了。就算是我求你了，你开个价吧。这样的话，你不但会有额外的收入，而且我还能还上银行的贷款啊！您实在没有必要用我太太威胁我。滕师傅啊，司经理，对不起，我暂时恐怕还不上那个款了。不是，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而且我先生也帮您画了设计图。设计图出了点问题，
什么问题啊？那个客户加大了单量，我一个人手工雕刻实在是做不过来，所以只能用机雕。景琛不同意。您别误会，别误会，跟他没关系，是我的问题。怎么回事？没关系的，这个事我可以解决。这个事我来解决，一会儿给你打电话。他手腕上有道很深的疤，你是不是没有见过？你怎么现在回来了？你为什么不给滕玉勋设计稿啊？之前他跟我说的是手工木雕，我画的设计图。手工和机器有区别吗？不都是为了赚钱？你管他那么多干嘛？有区别，传统手工。景琛，我现在没时间也没心情听你普及这些，我也不懂你们艺术家的坚持。你不给他设计稿，他接不了这个订单，就还不了我的贷款。这笔贷款是我的失误，跟赵峰那笔性质不一样。要是拿不到钱，你知道我会面临什么吗？我知道。那这次就算我拜托你，你就当是为了我，你把设计稿。没错，你是知道，只是不愿意为了我这么做而已。我没有不愿意。你不用勉强自己。我们比谁都清楚，虽然这段婚姻我们都想好好走下去，但是他的确开始的太随意了，甚至没有一点感情基础。所以我一直很理解你。你会在爷爷去世的时候，宁愿自己一个人难过，也不会在我面前表露一点情绪，更不愿意对我坦诚你的过去。而我呢，只能从陈莲芝、池中玉，甚至云偏那里去了解你。以前我觉得可能没什么，只是算了。什么叫算了？晚上回来再说吧，我先回行里了。行长，这是你做的？嗯，一直低头对肩颈不好。我以前还觉得你对景琛啊，顶多是有好感，但看你现在这模样，我觉得你真的是很喜欢他，所以呀，才会那么在意他们的过去。是很喜欢，很喜欢。相框还有很多，以后我们可以慢慢填满。所以还能怎么办呢？继续宠着呗。他不想说，我就当不知道，大不了一会儿我去给他买个祛疤膏。可要是真的去不了，大不了就换个方式标记这条疤。走。
跟他撒什么气啊？你疯了！这手你不要了，还是打算在这里再让景言你看你自毁一次？ 是你吧？你猜到了。你生气了。我承认找谭立群订家具，又临时增加了订单数量的人是我，但也就仅此而已。谭立群放弃手工雕刻，改用机雕批量上市，是他对现实、对钱的妥协。思清约你不给设计图纸，是他更看重事业，不懂你对传统手工艺的坚持。不要高高在上的去碾压和羞辱一个传统手工艺人的坚持。滕立群没做错，他有选择任何道路的权利。既然他没有做错的话，你为什么不肯把设计图纸给他？这样还能顺便帮思清一把。你们怎么都会认为我不愿意呢？机雕出不来手雕设计图的立体感和人物神韵，这才是用来机雕的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拒绝滕立群。滕师傅，请不要把您的选择归咎到我太太身上，她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。况且，我画的是手工木雕用的设计稿，不适合机雕。我回去重新帮你画一份。为什么呀？你说，我这种人，我和思清都觉得您是个了不起的手艺人。手艺最难的是手艺。 尤其是在如今这样浮躁的环境之下，您能坚持到现在，旁人没资格评论。我一个陶瓶就更没有资格了。至于设计图，是我能为一个手艺人尽的最微不足道的一份力。当然，我也不否认，这里还有一部分私心是为了我太太。 换做以前，你是绝对不会更改设计图纸。这次你会打破原则，只是因为你想要帮助滕立群，而不是因为思清。我可以这么理解，对吧？我在他面前，从来没有原则一说。凭什么？他哪里值得？他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学姐是第一个知道的呀。 那个时候，琛哥特别颓废，根本就不在乎什么手会不会被废掉。后来我才明白啊，生理上的痛对琛哥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，真正让他过意不去的，这心里留下的那道坎儿。就是说，他还整了一出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吧？这感情还真是够深的。俗话说得好嘛，年少最长情，要不然他也不可能放弃出国，一毕业就回乡下待这么长时间。 你会跟他结婚，是因为当初他拍下了你的作品。如果当年拍下你作品的人是我，你会不会？不会，你也不会。云片，你的好胜心应该放在其他地方，而不是我和思清的婚姻上。这设计图没问题的话，记得按照约定给滕立群打团。
血中的火焰竟然无声